权势滔天的那年，我威逼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当了我的群下面手，日日笙歌。4年荒淫，他依旧满身傲骨。我心力交瘁，不再找他侍寝。那日，他看着我只身一人站在楼台上，走上前来嘲讽：长公主这是腻了吗？还是说找到了新的玩物？我上前解开他脖子上的球链，释然一笑：师兄，过2日我便要去和亲了，以后不会有人像我这样作践你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听见庭院里的响动，依稀听见2个太监低声细语，却不太真切，只听见倒调：陆公子说过不喝，别被长公主发现。最后一句实打实听清楚了。有什么是我不能发现的？我解开陆苍野搂着我腰的手，把他往旁边推了推。开门去抓包。半夜鬼鬼祟祟做什么？那2个太监当即腿软跪了一地，连同手里的一个青瓷碗也滚到了一边。长公主，奴婢惊扰了长公主安歇，罪该万死。我看向一旁被浇湿的花，道的是什么？长公主还有半夜折磨太监的癖好吗？我回头，陆苍野站在门口，月光照着他清冷的脸与脖子上、锁骨上露出的红痕实在不相配。我闻到一股尿骚味，回身看其中一个太监已经尿了裤子，还有一个伏地发抖。我是什么罗刹吗？这么怕我？陆苍野走过来，给我披上披风。不用为难他们，前日长公主不是送了我一匣进贡的茶叶吗？我尝过后不喜欢，才吩咐他们偷偷倒掉。只是不想负了长公主一片好心，才让他们在夜里闹了笑话。你若是想罚我便是。可我明明听见了他们在说什么药。我又看看地上的碗，陆苍野，你泡茶喝用碗泡的？他突然捂住胸口，眉头紧蹙，好疼，好疼，眼看就站不稳。我上前扶住他，他的心跳得好快，肌肤相碰处如起了一团火。我斥退2个碍眼的太监。进屋后，我挑开陆苍野的半边衣料，胸膛处有些细小的疤痕，那些都是他征战时留下的痕迹，唯有一处又宽又长的疤是为我留下的。2年前，我放权给皇帝李鹤林，没多久就遭遇刺杀。陆苍野不顾安危，挡在了我面前。那处伤疤现在还泛着红，时不时就会隐隐作痛。我拿出匣子里的药膏给他上药，指尖触碰上他的胸膛，我慢慢地把药在他的伤疤上化开，他忍不住发抖。长公主，不用这样折磨我。他突然扯过被子盖在了自己腿间。师兄，春情散药效早过了吧？这个反应，看来你对我的欲望很大呢。不，我没有。他立刻否认。半晌，他咬牙问：长公主，你还有没有去找沈书月的麻烦？抹药的手突然停下，很久没有听他提起沈书月了。我起身猛地把药瓶砸在他的额头上，血顺着他的眉骨流下来。陆苍野，你这是睹物思人了。这伤药是陆苍野重伤后，我让沈书月调配的。沈书月医术超群，要是留在御医署，定能有所作为。但他喜爱自由，常云游世间，行医救人。陆苍野跪在床上，苍野言语冒犯了长公主，请长公主责罚。一口一个长公主，我们在一块4年，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？陆苍野，我李云婷，是万人之上的长公主，你再敢提这个名字下我面子，改天我就把你的沈书月抓回来，在你面前活剐了给你看。这夜我没有宿在他房里，摔门而去。陆苍野房里隐隐传来药瓶砸碎的声音。当初请他进长公主府时，他怎么也不肯依从我。于是我让影卫找了沈书月1个月，终于请回了京。沈书月看见陆苍野散着头发，手腕和脚腕上都戴着镣铐。李云婷，他是你的师兄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你做出这种离经叛道的事，师父知道吗？我最讨厌的就是有人在我面前时时刻刻提醒我，陆苍野是我的同门师兄。我掰过陆苍野的下巴，指腹在他薄红的唇上轻擦。吻我，不然我今天让他走不出长公主府。陆苍野甚至都没看他一眼，生怕多看一眼就会让我更加愤怒。他紧握着我的腰，把我按倒在贵妃榻上。我侧眼去看沈书月，他紧闭着双眼偏向一边。他们谁都没有看谁，偏偏这是让我最气的。
他们都把对方放在心上。夜里我给陆仓野灌了药，沈书月就在罗围外面。陆仓野按着我荒唐了2个时辰，沈书月在外面站了2个时辰。我掀开帐子，让陆仓野伺候我穿衣。沈书月愣在一边，随后对我和陆仓野大骂：李云婷，你就是个疯子！陆仓野，你也是！你俩当真是绝配，以后没什么事别再来找我，商演乌耳。我被清晨的杜鹃吵醒，梳洗一番，进宫给母后请安。一逗留就是一早上，出宫已经艳阳高照。府中的侍卫急匆匆来跟我说，昭平郡主来了我府上，命令陆仓野舞枪。陆仓野额头受伤，扎着马尾，缠着一根白布条，玉面白袍。侍卫说他誓死不从，昭平就打了他一巴掌，你还当自己是清风朗月的大将军？面首的下场就是伺候好主子，等会儿我就跟长公主要了你去。反正我们经常换面首玩，他应该很愿意。陆仓野突然拧眉，黑眸冷如寒潭。他拿起长枪在昭平面前舞动，衣袂翻飞，长发飞扬。舞完后，昭平抚掌大笑，走到他面前，用香帕给他擦汗。陆仓野退开半步，昭平也不生气，心情大好。听闻陆家的枪法举世无双，在战场上斩获敌将无数，现在也就只能小打小闹，供人取乐了。他转身又回去坐在椅子上，吩咐陆仓野，接着舞吧，我让你停你就停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这些年，陆仓野都会在长公主府的教场上精进武艺，有时候一练就是一整天。我从不会让他在我面前表演舞刀弄枪。他这么努力，是想再回到战场的吧？可惜，我只想保住他的命。人人都道长公主荒淫无道，却不知还有个比我更荒淫的。昭平是我的姨表妹，当初把陆仓野收做面首后，她还说我总算是开窍了，一下子给我府上送来20个玉面郎君，还是当着陆仓野的面送的。当时我为了气他，全都养在了府上。他还是不肯主动找我，但我要宿在哪里，都会刻意让人去禀报给他。没多久，伺候他的下人就会来敲我的房门。陆公子说他心口疼，我去他房间时，他一副清高样。我没让他们禀报，只是伤口疼而已，不必劳烦长公主挂念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疼，但那里的伤毕竟是为我舍生入死才有的。后来很多次都会有人把我从别人那里叫走，说陆公子心里慌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故意的，就是不想让我宠爱别人，坏我好事。事实上，那些个阴柔的面首都不是我喜欢的，我只是拿他们来和陆仓野赌气罢了。我让侍卫快马加鞭赶回府上，昭平围着陆仓野转，不摇一晃一晃。陆仓野，你身材真好，我跟长公主要了你，你跟不跟我？昭平郡主请自重。昭平突然气急，陆仓野，你的兄长被封了异姓王，后来战死，由你顶上。当初你打了胜仗，已经到了封无可封的地步，陆家本该被陛下清算，要不是……昭平，我快步走了进去。昭平看见我就笑盈盈冲上来，我的好姐姐，我又给你挑了几个面相好的，你把陆仓野送给我呗。他一抚掌，几个俏郎君就出来跪在我脚边，我一个个抬起他们的下巴端详，其中有一个眉眼和陆仓野很像，我多打量了一会。陆仓野的声音响起，带着些小心翼翼，你要把我送人吗？我明白，他怕了，他怕我把他给昭平折辱。我打发了昭平，留下了那个和陆仓野长得像的。昭平兴致缺缺，什么吗？人没得到，还搭了一个进去。昭平下手很重，把陆仓野的脸扇红了。我给他擦药，他往一边躲去。只听闻长公主身边郎君无数，却不曾想长公主还有跟人交换的癖好。你吃醋了？只是没有教好师妹，愧对师父。你忘了师父的规训吗？同门师兄妹不可做有违人伦的事。又来了，我可以在陆仓野对我失态时叫师兄逗弄他，但我讨厌他主动提起来说叫我。我猛地把他扑倒。你总是以师兄自居，可你夜夜在你师妹身上沉沦的时候，可有负罪感？我的话像是击中了什么一样，他闭着眼，再也不敢看我。他越这样，我就越是想要让他难堪。我抬手掀开他的衣袍，抓住核心时，他自持的神情终于崩塌。我的力气很重，陆仓野的反应十分明显。
李云亭，你真的放肆！师父早已羽化，他在世时我尚且可以对你为所欲为，更何况他不在了，我就是个逆徒啊！听着他的声音，我心情大好，向他解释起来。我没有跟昭平交换过谁，他骗你的。那些俗不可耐的郎君都没你好看。他今天的脾气格外大，我解释完后，他竟然反客为主。昭平今日说，陛下原本是打算清算陆家满门，有这回事吗？4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陆仓也更加放肆，我的头被撞到了床头，他抬手护住我的头顶。长公主不说，我会想办法知道的。说了他就会爱我吗？只怕会更恨我。毕竟是我让他再没了策马疆场的自由。他搂着我睡去，我又梦到了多年前我和陆仓野在南苍山的日子。他打坐，我往他头上放青蛙；他吃饭，我抢他碗里的菜。最后只换来他一句冷冰冰的无聊。我忍无可忍，在陆仓野认真研习的时候，抓来一条蛇放在他衣袍下。感受到一阵冰凉后，他终于追着我跑了整座山头。最后我不小心摔下小坡受了伤，还是他善心大发把我背回去的。师父发现我们逃课，问是谁带头的。是他。是我。我和陆仓野异口同声。没想到他会包庇我。我害陆仓野受了责罚，师父对关门弟子的责罚都一样，不分男女，凡是犯错就会罚在教场扎马步一整天。师兄受罚那天，我摘了果子去陪他，我拿着湿帕子给他擦满头的汗。师兄，你不是讨厌我吗？为什么要包庇我？他冷哼一声，你这小身板，扎一天马步，接下来1个月就别想着听师父传经授道了。气氛冷静，耳边全是鸟鸣和风吹竹叶的声音，伴随着我砰砰的心跳。他板着脸补充了句，我何时说过讨厌你了？不讨厌，那师兄是喜欢我吗？他突然瞳孔震颤，胡说八道。随后换了个地方扎马步，我提着果篮又跟过去。嘿嘿，师兄，吃个果子，师父今天下山去了，不会盯着你的。翌日，陆仓野在教场练武，汗渍顺着他的胸膛流到腹肌，在没入腰上缠着的布巾里。我在远处看着，我的侍女云霞羞涩地给他送去了水和布帛擦汗。云霞找他说了好多话，陆仓野专心地听着。我慢慢走上前，云霞说完了，红着脸扭过身和我撞个正着。他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，伏地发抖。我绕过他，一巴掌打在陆仓野脸上。压抑太久，连我的侍女也要勾引吗？我没有。我气笑了，没有你穿成，你不穿成这样给谁看？他拿起旁边架子上的衣裳穿好，我蹲下去看云霞。你和他说了什么？他咬着唇，一个字也不肯说。陆仓野上前把他拉了起来，竟有护短之意。长公主，别为难一个小姑娘。陆仓野和我在一块4年，从没看过别的姑娘。虽然不知道他们当时在聊什么，可云霞含羞的面容，陆仓野温和倾听的模样让我愤怒。我让侍卫把云霞按在凳子上打板子。陆仓野最后护着云霞，替她生生挨了几棍。我堂堂长公主入不了你的眼，原来你是喜欢这样的小家碧玉。不过你一个让我玩弄了4年的面首都不干净了，怎么配他？云霞的背后渗出了不少血，唇色发白，渐渐晕了过去。我没再去找陆仓野，昭平送给我那个和陆仓野相似的面首倒主动来找我。长公主，奴房里有很多新鲜玩意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新鲜玩意？比我对陆仓野用的还新鲜吗？在一众玩意中，我相中了个用玉石制成的球链，工艺极好，上面还雕刻了祥云纹。这有几个？他讪讪道：2个。都给我。长公主玩这么刺激的吗？他乖顺地戴在脖子上，我给他取了下来，2条都拿在手里，转身离去。等晚上去找陆仓野时，他脸色难看极了。你杀了云霞？我说过我和云霞什么也没有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她？师妹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让云霞帮我打听当年发生的就是。她告诉我，当年害死我姑母的凶手并不是你，可现在她竟因我而死，你让家里等着她的父母怎么办？我把叮叮当当的球链套在她脖子上，往我跟前一拉。喜欢吗？今晚试试这个。
带着他说你是我的乖狗，乖了我自然会安顿好云霞的父母。陆苍野冷哼一声，和别人用过的东西也拿来给我用。我嫌脏。嫌脏？是嫌球链脏，还是嫌我脏？他不再说话，我心中堵了一团积压已久的郁气，久久不散。我手里还有一条，反正他要摔，就让他摔吧。我放在一旁的桌上，离开了。陆苍野对我的厌恶，不会因为杀害他姑母的凶手不是我就改观。没了个云霞，还有沈书月，反正是谁都不可能是我。我突然觉得挺没意思的。李鹤林身边的总管太监给我递了拜帖，明日让我参加大朝会。我已经很久不参政了。翌日，我进了宫。李鹤林说，北蛮已经连破边境3城，消息3个月后才传到京都，无疑是出了卖国贼。随着城破的折子一本本呈上来，还有一本是北蛮的停战要求，让朝廷拿出诚意，对北蛮纳岁贡，让长公主和亲。现在已经没有可用之才，顶替陆苍野位置的守将是李鹤林派去的草包。看朝臣和李鹤林的意思是同意了，今日让我来就是让我去和亲的。我把折子砸在了李鹤林脸上。荒唐！我堂堂大国，竟到了向蛮夷纳贡的地步。皇姐，北蛮信使只给我们15日时间，如果不同意，还会继续攻城。现在边境士气大挫，将士弃城而逃的不在少数，再犹豫下去，可怎么办啊？你放心，等我们休养生息够了，我一定带兵把你接回来。所有朝臣纷纷下跪，求长公主为江山社稷考虑。浅妾一身安社稷，不知何处用将军。大殿里安静的落针可闻。我看着冷漠的众人，滚滚诸公都是好朝臣，还有你，我的好皇帝。师父曾说过，我是天命所归，所以我的天命所归就是用自己去换天下太平吗？这几日我没有去寻陆苍野，只常常在公主府最高的楼台北望，那里硝烟四起，哀鸿遍野，垂眼天子脚下，歌舞升平。长公主这是腻了吗？还是说找到了新的玩物？我回头，陆苍野站在身后，他脖子上的球链醒目，原来最后一条他没摔，我不明白他怎么又主动戴上了。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找我。我上前解开他脖子上的球链，可惜也用不上了。我释然一笑，师兄，过2日我便要去和亲了，以后不会有人像我这样作践你了。陆苍野突然紧紧抓住我的手腕，和亲？你这个长公主府封锁消息还真是密不透风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这4年你什么都瞒着我。我抓着他的手，带着他小跑回去。我拿出准备好的路引和一堆银票。陆苍野，我放你去找沈书月，我去和亲，这京城没有你的容身之所。李鹤林不会留下你，我会对外说你被我折磨死了，你换个身份离开吧。他目光一闪，声音沙哑，你当真要放我走？现在就走，我已经玩腻你了，没什么遗憾了。我背过身去，身后的人迟迟没有动静，只听得见他紊乱的呼吸声。我甚至幻想他能念着旧情上前来抱我一下，可他没有。我们之间又有什么旧情呢？脚步声越来越远，陆苍野引入浓浓的夜色里。和亲的花轿一路北上，时而中途歇脚，行至半月，已经是人困马乏的地步。向导官说，大约还有2个月才能到北蛮王庭。当晚吹起了大风，随行的人都晕倒在地。我在车里也有点昏昏欲睡，迷香让我睁不开眼。落入一个踏实的怀抱时，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，额间被吻了一下。大脑很快宕机，再次醒来是在南苍山。沈书月给我端来水解渴。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是你救了我？我狐疑道，我拆散了你和陆苍野，你不该恨我吗？沈书月还是那副平淡无波的表情，甚至有点无语。南苍圣人可有说过，他座下有个大弟子，下山游历多年，迟迟未归。可惜师门有规定，互相没见过的同门，师父不会明说是谁，怕的就是日后互相残杀。师妹，我向来不是个离经叛道的人，可偏偏一下子让我遇见了两个疯子。当年师弟重伤那次，他问我可曾有婚配，实则是故意当着你的面说的。他说他做了染指你的事，对不起师父，更对不起你。
你父亲走的那天，他带着伤，追着你的马车追了50里。当初和师兄师弟下山游历，我不小心中了药，只有男子能解。身上越来越热，眼下只有陆苍野和梦玲。陆苍野一脸郑重其事地问我：师妹，你要谁？我要谁？我揽住陆苍野的脖子，迷迷糊糊，我要师兄，要师兄。那晚，我看到了陆苍野眼里的自责，他一边替我疏解，一边说着对不起。回到南苍山后，陆苍野就一直躲着我，我无比煎熬，跟他表明了心意。他没有回应，第二天不辞而别，去北疆从军了。我听师父的话，又在南苍山待了2年。父皇驾崩，边境又发生了战事，我带着辎重去塞北的路上，遇见了沈书月，他想去帮忙。和陆苍野2年未见，此时他穿着战甲，威风凛凛，又成了我高不可攀的样子，好像那2年的时光不是真的一样，我们也从没认识过。晚上巡营时，我暗暗跟在他身后，他被敌方的斥候一箭射中手臂，当场晕厥，我在黑夜中把他背了回去。这种秘制的毒箭，军医看了都无可奈何，只能等死。幸好带了沈书月来，陆苍野很快醒来。我猜测或许是因为我中药的那件事，让他讨厌上了我，以至于他问是谁把他从外面捡回来的时候，我会把沈书月推出去。这些天，我和沈书月忙前忙后的照顾他，他也不曾主动跟我搭话。我给他端药进去时，听见他高声问沈书月：多谢沈姑娘相救，不知沈姑娘可曾婚配？他可能真的不喜欢我。我忍住快要落下的眼泪，把药端进去放在桌上，当天下午就启程回京了。当时沈书月留在了军中，我一直以为是那段时日他们朝夕相处，情根深重，才会如今对他念念不忘。没想到都是陆苍野逼退我的手段。我诧异地看着沈书月：你是大师姐？他是怎么认出你的？他淡然一笑，以前帮着师傅打理经阁的时候，他见过我的画像。你们2个的事我不想掺和，烦请以后别再祸害我了。门外被敲响了，陆苍野立在门边。我能进来吗？沈书月起身往外走，这你得问师妹。我靠在床边，没有看他。我想起来在花轿上昏迷时额间那个吻，还有那股熟悉的气味，是他救下的我。他还局促地站在门外，长公主，我能进来吗？他慢慢走到我跟前，眼眶通红。李鹤林听信阉人谗言，怕我公母诞下皇子，陆家携幼子干政，威胁到他的地位，他嫁祸给你，你瞒着我。边陲百姓把天子庙换成了将军祠，李鹤林忌惮，拿出先帝遗诏，想要清算陆家，是你用实权和他交易，才保全了陆家一脉，你瞒着我。明令宋云霞出府，请大夫给他医治，你让人跟我说是你杀了他。你说你荒淫无道，十恶不赦，你要我恨你吗？可我恨不起来。如果我说是我甘愿留在你身边的，你还会信吗？在长公主府的那些冷眼相看，全都浮现在眼前。护了他4年，却始终不见一颗赤诚的心。当年你在贤妃陵前说我被权力迷了眼，为了给李鹤林铺路，不惜杀害你的亲姑母。我没后悔救下你，陆家满门忠烈，不该有此下场。我后悔的是这几年一直妄想得到你的真心。师兄，以前是我逾越了，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你了，以后也不必再见了。陆苍野声音颤抖：不喜欢了？你说过要求我一辈子，怎么就不喜欢了呢？他拿出上次的球链，锁在了脖子上，把一头递给我，又主动拿过我的手，把脸放了上去。云儿喜欢吗？云儿，以前在南苍山求学时和他相熟了，他是这样唤我的。可我以前想要的从来没得到过，现在未免太晚了。我解下球链，砸在地上，碎得4分5裂。陆苍野，你这样真的很贱。这几天，陆苍野都不敢出现在我面前，只在我和师姐采药制药的时候远远跟着。沈书月说：你真不打算理师弟了？我喜欢了他那么多年，一直都是我主动，是个人都会累。对了，他救我出来，送亲的队伍没人发现端倪吗？李鹤林会知道吗？那个梯架是师弟豢养的死士，一荣主了得，没人会发现的。走到一片密林，突然听见前方的树丛中传来动静，
一只眼睛发红的野猪蓄势待发，准备朝我这里奔来。幸好追的不是师姐，我跑得还算快，把野猪往另一边引开。陆苍野在身后飞来一把匕首，扎中了野猪的屁股，然后野猪跑得更快，朝我这边撞来。他踩着树飞过来，把我扔到了一边，自己被那头凶狠的野猪顶飞了。他重重地撞在树上，树上带刺的果子被他砸落了一地，野猪被吓跑。我惊魂未定，腿上已经被荆棘划了好大一条口子。陆苍野爬起来，在我面前蹲下，上来，师兄背你下山。我腿实在很疼，没有逞强，爬上了他宽阔的背。他背着我慢慢走着。还记得这里吗？这里有个小坡，当年你在我衣袍下放了好大一条蛇，气得我追了你整座山头，你就从这里滚下去摔伤了，还是我把你背回去的。当时师傅，够了，我早就忘记了，我不是一个念旧的人。这一路他没再说话，走到一半，我突然感觉到胸前湿漉漉的，我稍微挺直了身板，看见衣袍被染红了一片。陆苍野的背后一直在渗血，他方才救我时砸在长满刺的树上了。陆苍野，你流了很多血。他背着我加快了步伐。这算什么？师兄不疼，还能背着你跑呢。快到家时，陆苍野突然晕倒，面色苍白。我和师姐一起把他拖了进去。师姐医术高超，陆苍野很快醒了过来。他说陆苍野是因为我受伤的，所以理应由我去给他送药。陆苍野很会卖惨，装了1个月病，知道我不吃这套后也不装了。我们的关系不温不火，他时常下山，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1月后，信使800里加急赶到皇城，长公主一入王庭就被行了千阳礼，最后车裂而亡。他们的首领还在信中挑衅，用你们国家的车裂之刑处死你们的长公主，也算全了他的思乡之情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连着吐了3天。如果我真的去了，受辱的就是我，顶替我的人何其无辜。北蛮没有信守承诺，用李鹤林送去的岁贡补充军械和兵力，边境80%彻底沦陷，很多流民南迁，当地的官员不给开城门，甚至屠杀百姓。李鹤林在大朝会上一筹莫展，派去的草包早就被当时追随陆苍野的副将砍了。陆苍野重整了当初急流勇退的陆家军，在朝堂上主动请缨。现在边境80%民不聊生，再不行动，您坐下的江山还能安稳多久？别因一己之私担下千古骂名。陆苍野直言不讳，李鹤林再恨陆苍野，也不能再让事态这样发展下去，将虎符给了他。出征前一晚，我回房掌灯，烛火并不亮堂，李苍野站在我前面，他突然用力把我抵在墙上，嗓音低涩：明日大军便要开拔，你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你发什么疯？师兄，你逾矩了。他一介武夫，和我之间力量悬殊，我丝毫动摇不了他。屋内寂静，陆苍野的心跳声在我耳边盘旋。云儿，师兄要去出征了，你有没有想过我可能会死在战场上？别对我这么冷漠。那太好了，这样就再也没人烦。我未说完的话被他用唇齿相封。他钳制住我的双手，另一只手紧紧捏住我的下颌。汹涌的掠夺中，我尝到了一丝咸。陆苍也在哭。很快我就不能思考了，手腕上的一阵冰凉让我清醒。他松开我，我一巴掌打在他脸上。我看清了手上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我不要你的破东西，我娘留给我的，让我送给我心悦的人。云儿，如果我战死了，你若是战死，你什么？我把镯子取下来，塞到了他腰封里。我跑到师姐房里睡了一晚，这晚噩梦连连，陆苍野满身是血，被敌军万箭穿心。我惊醒回房时，陆苍野已经走了，那只镯子静静放在我的枕头旁边，还有一封信。昨晚扇的巴掌不够响，等凯旋，给师兄来个更响的。这场仗一打就是4年，国库逐渐空虚。李鹤林治下的朝廷早就烂了，他无所事事，在宫里纵情声色。这4年，我和师姐从商，赚下的每一分钱都拿给了边境。还有师弟姚申仪变成了江南最大的富商，支援了我们不少。第2年，陆苍也被敌军伏击，炸成了重伤，我和师姐还去看过。那时候他躺在帐中气若游丝，
嘴里一直念着我的名字。八成尽毁，百姓无以为家，我的云儿还没原谅我，我不能死，我不想死。师妹，对不起。当时看他快要死了，还念着家国天下，我确实有点心软。我和师姐每年都会去给将士们送冬衣。陆苍野见我们发放完了冬衣，会小心翼翼地问我，没有我的吗？好冷。师姐拿出了更加保暖的里衣，在这呢。那能亏待你啊？陆苍野问，谁做的？师姐，不知道是谁亲手做的。我问呢，那人只说你好歹是主帅，要冻死了可就没有主心骨了。他出征的4年，每月都会给我寄书信回来，无非就是说军里有什么趣事，追忆一下以前和我在南苍山的事，或是对我的思念，或捷报应该会随家信一同入京等等。什么大事小事他都会扯上一大堆，信纸鼓鼓的。我心里那股气竟是跟他治了4年，一封也不曾回过。这场硬仗打得北蛮起码要休养生息10几年。陆苍也乘胜追击，让他们把当年坑来的岁贡都还回来，不然就打到他们老家去。陆苍也得胜还朝那天，百姓夹道迎接。我站在城楼上看他，又1年不见，他好像糙了许多，眉目锋利，下巴上都有了清茶，不过看起来更有风姿了。我明明说过不会再喜欢他了，为什么心会跳得那么强烈？这些年我和师姐在京城置了宅子，陆苍也回来没有去面圣，而是直接来到了我和师姐的家。他回来肯定是要洗澡的，师姐让我给他送换洗的衣裳。我不去。师弟要回京的信在3日前送达，这3日不知道是谁日日去城楼上遥遥相望，跟望夫石一样。隔着屏风，陆苍野正在宽衣解带，他背上的疤痕越来越多了。上衣褪去，塞在裤腰上的还有个粉色肚兜，他扯出来准备挂在屏风上时，和我撞了个正着。我的视线落在那褪色泛白的粉色上，当年我找不到，是被他偷偷拿走了。他手足无措，又立刻拿下来藏在身后。你怎么走路不出声？好久没听见他的声音了，还是那样，一听就让人浑身发麻。他转身下了汤池，我把他的衣服搭在屏风上准备走。师妹，久不见我动静，他又说，云儿，师兄背后受伤了，你能帮我擦擦吗？我想拒绝，可人已经走到了他面前。他的背，他的胸膛，大大小小都是疤。我蹲下来，避过他背后的心伤，给他擦洗。男人磁性的闷哼传来，最后他回过身，一把把我拽进了汤池里，水花四溅。有点扎人的清茶使我的嘴周围传来刺痛，随后是胸口，再然后是……我们谁也没有说别的话，专心致志地弥补这4年的缺失。他一声声叫着我师妹，甚至逼我喊他师兄。最后我趴在他怀里，他尽量让自己的气息显得不那么颤抖。李云亭，就算是师兄妹又怎样？我就是喜欢师妹，我当初就不该犯贱在你面前装。云儿，你知道这4年我怎么过的吗？他拿起我飘在水里的粉色衣服，都被我磨得泛白了。这4年，你当真是绝情，一封信也不曾回给我。师妹，师兄每天都很想你。当年你根本不用给我灌药，我也根本没喝那药，是我自己愿意的。从来没有别人，我不喜欢沈书月，我只喜欢师妹。就算误会你害死了我的姑母，误会你软禁我，我也还是爱你，我控制不住的爱你。我得知你要宿在哪个郎君那里，我快要嫉妒死了，所以我装病，骗你过来陪我。师妹，是我太固执了。分离的这些年，在战场上刀光剑影，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，我就会越来越后悔，当初为什么不告诉你，我也喜欢你。师妹，你还愿意原谅我吗？我想过不再爱陆苍野，可我挣扎过，好像做不到。软禁他是爱，哪怕最后我要去和亲，我放走了他，也是因为爱他。他在收复边境8成，我在疯狂敛财，成为他的后盾。我的眼泪陡然滑落，哭得不成样子。师兄，我喜欢你，我只喜欢你。他把我揉进怀里，蹭我的脸。炸！那云儿帮师兄剃掉。宫中传来消息，李鹤林快不成了。这几年他身体消耗严重，将权力都分给了内阁。弥留之际，他召见陆苍野入宫，我自然也要有所行动。我戴着帷帽跟着他一起，生死与共。
李鹤林躺在床上，爱卿劳苦功高，边境80%已经收复，百废待兴，但这些事就交给后人去做吧。朕已经写好诏书，立二皇子为太子，由他的母妃听政。骆爱卿与朕感情深厚，就给朕殉葬，也好让朕不那么孤单。皇帝，我以为你会做个好皇帝，可我错了。你始终容不下陆苍野，也容不下你的亲姐姐。我掀开帷帽，他看清楚我的脸，你没死，你没去和亲。陆苍野说，蛮夷朝令夕改并不是传言，而你为了虚假的太平，能狠心将自己的亲姐姐送出去。我拿出了父皇当年给我的遗诏，这是父皇的诏书，若新帝无能，我可取而代之。你执政这些年无功有过，朝廷俨然成了一座空壳，如果不是陆苍野力挽狂澜，你还能享乐这几年？现在死也要拉上他，还试图让外戚干政。父皇遗诏的第1条就是外戚不得干政。他看清父皇的遗诏，瞪大了眼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陛下，趁现在还有点力气，写下禅位诏书。父皇的遗诏我就不公之于众了，让你少担些骂名。我会保全二皇子的性命，不然他登基，陆苍也随你殉葬，我也不能保证他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。李鹤林突然悲戚道，皇姐，骆爱卿，你们还记不记得，朕小时候，你们从南苍山回来，朕被太傅罚抄，你们两个在一旁帮我抄了几10页，那时候多好啊！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忌惮功臣，猜忌手足，权力会让人变得不再纯真。李鹤林也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追在我身后黏着我叫皇姐。他最终妥协，写下禅位诏书。我登基后，李鹤林的旧臣纷纷告老还乡。当年我执政时，跟着我的老臣都重返朝堂。这半年，肃清朝纲可谓心力交瘁，可我有一把好刀，指哪刺啊？龙椅上，陆苍也埋在我脖颈处，一副恃宠而骄的样子。陛下，我要做皇后。我咬了咬他滚烫的耳朵。做皇后，那就看你做的好不好了。他轻笑，势在必得地说，那自然是做得好了。是很好，只是每每上朝，我就不敢直视龙椅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